好嘞，您坐稳了哈。瞧一瞧，看一看。往前面走。行。小雪，哎，有你的信。来，给。谢谢啊。走了。你们看，是爸爸寄来的信。好耶！无爱雪雪，我在营地，每日都很想念你和2个孩子。听到了吗？你们爸爸一直在惦记着我们呢。太好了！谢君瑶虽然带走了大嫂和她的儿女，但是他的心里还是只有我们娘儿仨。雪雪，随军的名额只有1个，大嫂是个寡妇，她独自留在乡下，肯定会被人说闲话的。等以后有了随军名额，我就再来接你们。可是江雪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大哥临死之前，把大嫂和她的1双儿女托付给我，我要是不管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雪雪，我就知道你能够理解我的，你放心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二叔，快上车！来了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就先走了。我会按时给你们写信的。对了，今天怎么会没有？今天呢？你们爸爸呀，一定是忘记把今天放进信封里了。我一会儿写信回去问问他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随后的整整3年，谢君瑶每个月都给我写3封情书，可是再也没有给我寄过1分钱。每次我在信上问他，他都没有回复，只是一再叮嘱最近做封查的严，不允许我们去找他。我不想让他为难，只好独自带着2个孩子艰难过活。妈妈，可是我好冷。饥荒来了，我们没有粮食可吃，并且饥荒还导致全村混乱，连老宅也被歹徒占领。我和孩子们彻底没了住处。妈妈，我好饿。妈妈这就想办法。这个手表是谢君瑶送我的定情信物，不能卖。你们在这等着妈妈，妈妈再去卖血给你们换粮食。飞扬，斐然，快来，有吃的了。斐然，斐然，飞扬。谢君瑶，你不说你最爱我了吗？你不说你一直惦记着我们娘儿仨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看我们？谢君瑶。谢君瑶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抛弃我们。可是你来得太晚，2个孩子已经……江雪，你真的是太不懂事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让你在家好好待着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老宅已经不……罢了，我今天过来就是要跟你离婚的。
部队里分房子需要有结婚证，大嫂照顾我这几年太不容易了，我想给她一个家。你放心，等房子分下来之后，我会跟大嫂离婚。我的心里只爱你。谢君瑶，我等了你整整3年，你见我的第一句就是要跟我离婚，你知不知道？2个孩子都已经饿死了。孩子不是在那睡得好好的吗？萧雪，你别无理取闹。妈妈，肉包子我吃腻了，我不想吃了。不想吃就扔了吧。江雪，你可别误会，君瑶心里爱的一直都是你，他不是给你写了很多情书吗？他是爱你的。至于我，他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帮我一个忙罢了。爱我？你们2个奸夫淫妇！江雪，你疯了！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，我跟大嫂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没有你想的这么龌龊。妈妈，外面好冷，我也想回洋房住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马上就回洋房。江雪，你真的太不懂事了。大嫂辛辛苦苦照顾我这几年，我只是想帮她一个忙，你却一点都不体谅我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你明天必须得去跟我离婚。水袖起落，唱悲欢，唱离合，无关我爱雪锣鼓相拥，金湖外茶一盏。谢君瑶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大嫂和她的儿女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是我太傻，竟然信了你的鬼话。活着，不对，我也活着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结婚后我第一次卖血，因为失血过度晕倒。这么说，我重生回到了半个月前。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饿了吧？家里还有吃的吗？妈妈，你上次卖血换的粮食早就吃完了。妈妈出去一趟，你们俩在家里乖乖等着妈妈。斐然飞扬，快吃吧。白馒头，妈妈，你不会又去卖血了吧？没有，我把手表卖了。妈妈，你不是说这是爸爸给你的定情信物吗？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卖的吗？定情信物算什么？哪有换粮食重要？快吃吧。以后啊，我们就不缺粮食了。明天我们就去找爸爸。啊，
可是妈妈，你不是说爸爸干的都是家国大事情吗？我们过去会不会给他添麻烦呀？我们都吃不上饭了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何况歹徒过几天就会把我们赶出老镇，眼下去找谢君瑶是唯一的办法。快点吃吧，吃完我们就去睡觉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好。原来谢君瑶的军营距离谢家老宅也就100多公里，可是上辈子他愣是一次也没有回来看过我们。你们找谁？我们来找谢营长。你们是？我们是谢营长的亲人。好，这边。营长，营长太太，你们家来客人了。谁啊？谁啊？怎么了？不是说了不让你过来吗？怎么2个孩子都带过来了？刚才那人为什么叫大嫂？营长太太。你误会了，他们刚刚是乱喊的。对，这里的人喜欢开玩笑，我跟大嫂什么关系都没有。爸爸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快回去跟我继续玩飞行棋。这3年，2个孩子跟我一起下地干活，每天起早贪黑，别说飞行棋，恐怕连象棋他们都没听过。雪雪，你别误会啊，果果这孩子从小就失去了父亲，他之前在学校又被人欺负，我替他出过1次头。你不会连孩子的醋你都吃吧？你们俩就别秀恩爱了，要不先去吃饭吧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也是感谢你们，爱的不来气。Stazenia umia kubanami. Uriasini bani chua. Playstation. 你骂谁是猪人？你竟然能听懂！我虽然是乡下人，但是小时候也是上过私塾的，俄语也是学过的。谢瑶，别整你的破俄语了，赶紧给你小婶道歉，拿上饭回屋吃去。对不起，我不吃了，我也不吃。江雪，对不起啊，谢瑶最近跟着磁带在学什么俄语，学得乱七八糟的，她自己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。妈妈，什么是磁带呀？妈妈也没见过呢，等一会儿问问你谢瑶姐姐，肯不肯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。爸爸，谢瑶姐姐和谢果哥哥没吃完的饭我能吃吗？当然啦，你们谢瑶姐姐和谢果哥哥吃惯了不稀罕，咱们可不能浪费啊！江雪，你你别误会了，大嫂是怕我们吵架才会。江雪，你跟我过来一趟。
什么事儿？你吃完饭就先带孩子们回去吧。凭什么？我就带孩子住在这里，不回去。江雪，你别太任性了。我们之前说好的。谢君阳，老家发了大水，粮食都被吃没了，连家门都被当柴火烧，我养不起2个孩子。你现在让我们回去，这样饿死我们娘儿仨吗？养不起？我每个月给你们寄这么多钱，你怎么可能养不起孩子？你什么时候给过我钱了？我每个月会把工资和津贴寄一半回家。难道你先等我一下。我每个月都把工资和津贴交给大嫂保管，我还特地叮嘱过她，说让她每个月都寄给你一半，可是她忘了。难怪上辈子谢君阳这么理直气壮，原来他一直以为他给我们寄钱。忘记了？他忘记1个月我相信，可是他整整忘记了3年，他怎么没忘记吃饭？江雪，你说话别这么冲，大嫂操持这个家也不容易。她跟我说了，家里的花销比想象中的还要大，她又不赚钱，家里2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又不是故意的。他的孩子长身体，我的孩子就不长身体了吗？我记得大哥死的时候，政府给了一大笔补贴，他觉得不够用，怎么不拿出来？别太无理取闹，那是我哥拿命换来的钱，你怎么可以惦记呢？整整3年，我1分钱都没收到，我就质问一句，你却给我扣帽子。我知道你委屈啊，你放心，以后每个月的钱我亲自来寄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插手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那就多住几天吧，我很想你和孩子们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我就给你铺床。你先带孩子们去洗澡。妈妈，这床好软呀！妈妈，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了吗？这话要问你们爸爸。非扬非然，这里是爸爸的房间，你们今天就去跟谢果哥哥和谢瑶姐姐挤一下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今天就让孩子睡在这里吧，你去大嫂房间和他挤一下。江雪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难道这3年你不是和大嫂睡在一起？江雪，你非得这么揣测我跟大嫂吗？我说了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我每个月给你写3封情书，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是的，你的人和你的钱都给了大嫂，却还坚持不懈地给我写情书，到底是为了骗我，还是骗你自己？睡觉吧。好，睡觉。谢君阳，你干什么？江雪，我说了，我跟大嫂是清清白白的，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我现在就向你证明。是果果。果果，妈妈，你没事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嫂，你个野种，谁要打我弟弟？谢君阳，你儿子是野种吗？
是他自己摔倒蹭破了皮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我跟你们一块走。先管好你的家事吧，我们走。谢飞扬，为什么欺负哥哥？谢君瑶，你疯了！爸爸，我没有欺负哥哥，他嫌我脏，不让我睡床上。刚才他要去撒尿，忘了我睡在地上，踩到我摔倒了。还敢撒谎！谢君瑶，我儿子不会撒谎。你带他们回去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你们才来这个家半天，就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。你不是要钱吗？先回去，等我下个月津贴一到，我就拿给你。妈妈，是我做错了，我去跟果果哥哥道歉吧，这样爸爸就不会生气了。飞扬，爸爸已经不爱我们了，就算你去道歉也没用。妈妈，那我们现在回家吗？不，我们去医院。谢君瑶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你们好过。啊，这个药帮我送一下，谢谢。前面左转需要。啊，门诊处应该是从那儿往右拐。哦，谢谢啊。领导好。江雪，怎么追到这里来了？快走，别让别人看见。江雪，果果伤口不大，你就别担心了。走吧。大嫂，求求你把我的丈夫还给我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这不是谢营长和营长太太吗？跪着的又是谁啊？他嘴里说的什么？什么丈夫？难道谢营长和他太太不是正经两口子呀？那不是营长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个。雪雪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这里不是你闹的地方，我们换个地方好不好？谢君瑶，你别赶我走，我知道我没有大嫂能干漂亮，可是我也会学的。你当年说大嫂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在乡下会被欺负，所以带她去随军，留我们3个在乡下。可是这都已经3年过去了，难道大嫂还是不能自己生活吗？山上我就说了，看着不是个好东西。小雪，你放心，我不是来拆散你和大嫂的，我是来加入你们的。啊，我愿意跟你离婚，成全你跟大嫂，但你能不能别把2个孩子丢下？飞然、飞扬，快求求你们爸爸呀！爸爸，你别赶我们走，我们吃谢瑶姐姐和谢果弟弟的剩饭就好了，你不要赶我们走。这谢营长平日里看起来挺体面一个人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真的，哎呀，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两口子，哪知道是搞破鞋的，而且还是小叔子和嫂子的那种。谢营长的原配太可怜了。没有，事情不是大家想的那样，是江雪误会了。君瑶，你快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大家别误会，我跟莲芝的确不是两口子，她是我大哥的妻子，她的一双儿女也是我大哥的孩子。我大哥在8年前就牺牲了，
临走之前，大哥把大嫂还有他的一双儿女都托付给我，这是我大哥的遗志，我不得已才把他们留在身边。是的，事情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的。君瑶他是感念他大哥的牺牲，所以才把我们孤儿寡母带在身边的。我和他之间清清白白。原来如此，那这么说，沈莲芝是烈士遗孀，那谢营长照顾她也是应该的。谢营长宁愿把自己的妻儿丢在乡下，也要把大哥的遗孤抚养成人，这才是舍己为人啊！谢谢大家替我们说话。我和君瑶确实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在家我们都是分房睡的。如果这样大家都不信的话，大可去我们家看一看。这两个人果然没那么好对付。人谢营长忙着提干呢，你要是真爱他，就别在这儿闹了。是啊，谢营长照顾的可是烈士的孩子，你就大度一点吧。就是啊，是啊。烈士的孩子需要照顾，我的孩子就不需要了吗？大嫂，我记得大哥死的时候，政府给了你一大笔补贴，还有房子，为什么你把房子卖了还不够，还要把谢君瑶的津贴攥在手里？江雪，有完没完？整整3年，我和孩子一分钱都没见过。我也不是非要住在这里，只是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。今年洪灾，大家都没收成，山上的观音土都被吃光了，所有人都在卖血。血站的人说，我再去卖血就要死了。谢君瑶，你能不能发善心，让我和孩子住在这里？这也太惨了。可不是。谢营长啊，照顾烈士子女是没问题，但是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妻儿这么无情吧？看见没，沈莲芝和她的儿女身上的衣服布料啊都不便宜，而且国家已经给了补助了，他还舔着脸去破坏别人的家庭，真是枉为烈士遗孀。就是，看看他们两个，哎呦，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，那个小手全是冻疮，太可怜了，他太可怜了。会是变成这个样子？是师长来了。哦。师长，怎么搞成这样？师长，是我的一些家事，您放心，我会很快处理好的。你要怎么处理？把他们重新赶回乡下吗？师长，家里实在是太小。谢君瑶，军校就是这么教你的？丢下自己的妻子儿女，却在这儿跟别人的妻儿享乐。我大哥是烈士，我答应他。烈士子女有政府照顾，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委屈。你这么做，倒显得政府不作为了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今天，若不是你妻子来闹，整个军区都还以为你和沈莲芝是两口子。你嘴上说的清清白白，可旁人说你们是两口子，你却从来不做解释。你还有没有把军纪放在眼里？江女士，你的事我在来的路上都已经听说了。我叫许弘毅，是这儿的师长，有什么要求，您可以尽管提。这个师长似乎是个明事理的，闹到现在，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。师长，我想和谢君瑶离婚。啊，营长太太，你刚刚还求沈莲芝把丈夫还给你呢。是啊是啊，谢营长这次做的确实欠妥，但也不至于离婚吧？江雪，你疯了！谢君瑶，我以前那么相信你，你不让我来找我就不来，你不给我钱我就卖血养孩子，没想到你竟然和大嫂的孩子在洋房里吃香的喝辣的。江雪，这里面有误会，我们再谈谈好不好？没什么好谈的，以前我处处为你着想，却没有落到一点好。我只想为自己而活。师长，我申请跟谢君瑶离婚，求您批准。我不同意。谢君瑶，我也是为了你和大嫂，我们离婚，你就能和大嫂做一对真正的夫妻了。你为什么不同意？你闭嘴！江雪，你就别编排我们了。师长，是江雪误会了我跟大嫂的关系，才执意要跟我离婚的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的。行，我就再信你一次。江女士，现在这世道，一个离婚的女人带2个孩子，日子不好，你也别太冲动。你把事情处理好了，把结果汇报给我。是。
走，跟我回家。江雪，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，你误会我跟大嫂了。我对天发誓，我跟大嫂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你跟大嫂做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不关心。但是你们俩现在看起来就像两口子，你的心早就在他们身上。我这3年给你写的这么多信，都白写了。你给我写的那些信，我全都烧了，一堆废纸，还不如当柴火。你就这么践踏我的心意啊？钱在哪里，爱就在哪里。谢君瑶，你别自欺欺人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不同意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钱的事情就是个误会。行，不离婚也行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君瑶，我看我在这儿也挺不合适的，要不我先带孩子们去睡觉吧。大嫂，等等，我的条件就是你把大嫂一家送走，我带飞扬和斐然和你安心过日子。什么？你为什么非得针对大嫂？我要是不照顾大嫂，他们就会被人欺负。你能不能心宽一点？他们会不会被欺负我不知道，但我是实实在在被欺负了3年。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，在乡下谁都能踩我们一脚。村里面的人，谁不知道你丈夫是营长，怎么可能会欺负你？你都3年没回，谁还记得我有一个营长丈夫？但凡这3年你能回来看我一眼，我和孩子也不至于过得这么艰难。江雪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不过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绝对会经常回去看你们的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想让我带着孩子回乡下，好跟你的大嫂过日子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肯离婚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你想想，如今这个世道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，又带着2个孩子，以后怎么养活？反正我有丈夫没丈夫都一样，大不了我继续卖血养他们。江雪，之前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们，不过你也没必要说这样的气话。你有多少血可以卖？江雪，我是记得老翟还是有些家底的，你把那些家底变卖掉，绝对是能够活下去的呀，怎么可能到卖血这种地步？没错，江雪，你就是故意在卖惨。大嫂和2个孩子穿得体体面面，连口大米饭都不稀罕，我因为没钱去卖血，2个孩子穿得破破烂烂，饿得面黄肌瘦，你却认为我们在卖惨。谢君瑶，你可真是个好丈夫，好爸爸。江雪，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你们是这样的处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弥补？这样吧，你带孩子们好好回去过日子，以后我的工资还有津贴一定会准时寄给你。还有，我也一定会经常回去看你们的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受到欺负的。我不相信，万一你以后又忘记了怎么办？如果你非要弥补的话，那你现在就把钱给我。江雪，你今天在医院那么故意大闹一场，现在又是卖惨又是装可怜，原来你是为了钱啊！大嫂，我知道你高尚，你看不上钱，所以你能不能把我丈夫的钱还给我？君瑶，你的工资还有那些津贴都补贴家用了，这……是啊，家里的确没有多余的钱了。行，你们既不给我钱，也不让我带孩子住在这里，还不肯离婚放我自由，那我只能去上吊了。飞扬、斐然，妈妈对不起你们，下辈子你们一定要投个好胎。妈妈。我们走。等等，你先别这么冲动，你不就是要钱吗？好，我拿给你。家里还有多少剩余的钱，都拿过来。君瑶，去吧。就这些，拿着吧。这些纸币根本不值钱，
乡下甚至都不认识。我只要银元。你没钱，我们早晚都得死。那我们现在就去上吊，叫人知道谢营长活活逼死了老婆和他的亲生儿女。够了！你不是想要银元吗？我亲自去给你拿。君瑶，江雪，你真是好手段。比不上大嫂，霸占了别人丈夫，还能不落人话柄？钱都在这里了。那是我攒了3年的钱，说明这些钱本来就该是我的。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？我还要谢瑶的磁带，谢果的飞行棋。飞扬和斐然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这么稀罕的玩意。妈妈，这是我的东西，你不准给他们。妈妈，我不想给他们，让他们走开。钱就罢了，连孩子的东西也要被抢走。江雪，你别得寸进尺。谢君瑶，飞扬和斐然到底是不是你的种？谢果和谢瑶都有的东西，他们俩凭什么不能有？这两个乡下的泥腿子，凭什么拿我和果果比？妈妈，我不想给他，让他们走开。君瑶，孩子也是太伤心了，才会口不择言的。爸爸，我和姐姐是泥腿子吗？爸爸，你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爸爸？爸爸，你3去哪儿写的？妈妈每次都会给我们读，你一直惦记着我们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你去把磁带和飞行棋拿给他们。行，等我发了工资，还有津贴，我会亲自再给他们买。我们走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满意，当然满意。谢君瑶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俩双宿双飞。我们走吧。是他主动跟你提离婚的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大嫂，我也不是逼你跟他离婚，如果你真的能跟他好好的，我是怎么样都无所谓的。只是江雪她心里没有你，她心里只有钱，我是真的替你感到不值。他过去这3年是我对不住他，他今天在医院这么一闹，如果我跟他离婚，旁人肯定会觉得我跟你有什么的。况且许市长那边还等着我跟他汇报呢，我绝对不能在这个关头跟他离婚。所以他今天是故意在医院闹了一场，然后等许市长出现，好跟你提离婚。他怎么可能会想跟你离婚呢？他就是为了钱。他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像是苦了3年的人呢？你说的倒也不错，罢了，只要他愿意带着孩子安稳的过日子，我给他点钱也是应该的。只不过今天委屈大嫂了，大嫂放心，以后我的钱还是交给你处置，他那边应该暂时不用我去了。我委屈点什么也没什么，只是苦了瑶瑶跟果果。是我对不住他们，我现在这就去看看他们。哇！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了。妈妈，我们不回老家了吗？老家正在闹饥荒，我们现在回去，恐怕连这些银元也保不住。妈妈说的对，城里的治安总比山上好一些。没错，等过段时间啊，妈妈就送你们去学校读书。太好了！上辈子就因为我听信了谢君瑶的花言巧语，孩子也只能跟着我在乡下种地。
最后还落了个饿死的结局。这辈子，我说什么也要让2个孩子念书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了？是吧？爸爸只要谢瑶和谢果子。我是死过一次的人，所以早就接受谢君瑶不爱我们的事实。但是这对2个孩子来说，这个事实太过残忍了。别难过，你们还有妈妈。那一袋子银元总有用完的时候。明天我就去找工作，想办法在这里立足。你好，我看到门口贴的告示上说你们正在招聘外语老师，我会俄语，我可以应聘吗？俄语也可以啊。你有文凭吗？行，那我给你一张准考证，3天后你来考试，如果考核通过，你就可以来上班了。给，谢谢。那个背影怎么那么像江雪？江雪？谁在喊我？江雪，果然是你。你不是已经答应我，要带孩子离开这里，怎么还在这里？我只是答应你带孩子离开你住的地方，可没答应你回乡下。我已经给了你这么多钱，你还不满足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活着。我跟你说了，老家正在闹饥荒，我现在带孩子回去就是死路一条。我给的你那些钱，已经足够你度过饥荒。况且等洪灾过去，你可以继续靠种地为生。你现在还留在城里，等那些钱用完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不是还有你吗？难不成你以后不打算给我们娘儿仨钱了？我们可还没离婚呢。我已经答应大嫂了，要把那些钱交给她处理。这年头，把钱都交给媳妇儿管的人可不多。谢营长，你可真是个好丈夫。江雪，你得了，本来我也没指望过，我可以靠自己养活2个孩子。你除了会种地还会什么？靠什么养活他们？看到了吗？这是俄语招聘考试的准考证，只要我考上了，我就能当上老师，我就有工资了。你不就是小时候在私塾里面学过几句俄语吗？就你这点水平，哪里够格当老师？这样吧，我亲自送你们回去，以后保证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。够不够格不是你说了算。难道你准备考试交白卷，丢的可是我的人？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信我能考上。不然这样吧，我们打个赌，如果我能考上，你就跟我离婚；如果我考不上，那我就听你的，乖乖带孩子回乡下。不敢赌就算了。等等，不过你这次别再跟我玩文字游戏。如果我赢了，你就乖乖带孩子回乡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绝对不准踏入城里半步。行，但是你也得发誓，不准利用你的职权去干扰考试结果。江雪，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吗？你最好不是。回去告诉团长夫人，有一个很厉害的候选人，已经拿到准考证了，要跟他的女儿竞争俄语老师的职位。明白。江雪，我这可不算滥用职权，干扰考试结果。如果你真的有本事，自然能脱颖而出。啊，老师，我这试卷怎么是空白的？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可是，不许喧哗，否则取消你考试资格。
肯定是谢君瑶干的。我还以为被我点破以后，他就不好意思动手脚，没想到我还是搞不他。难道我真的只能听从谢君瑶的安排，带着2个孩子回乡下，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过着只能指望谢君瑶的日子？不，好不容易重来一次，我绝不能放弃。装什么装？这个俄语老师的指挥只能是我的。师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正要跟您汇报呢。我已经跟我的妻子说好了，等她出来，我就亲自送她回家。您放心，我会打点好乡下，绝对不会再让她受到欺负的。你能保证不让她受欺负，就能保证你大嫂不受欺负。你怎么不把你大嫂送回家里？我大嫂她性子比较柔弱，不像江雪。时间到，请几位交卷吧。你这没按题目答，这卷子我不能收。可是你给我的试卷本来就是空白的，没有题目我怎么答？与我无关，是你这试卷不合格，我是不会收的。你这不公平，你这是明晃晃的暗箱操作。这个声音好像是谢君瑶的原配妻子，里边什么情况？哦，师长，里边是俄语老师的招聘考试。俄语？走，进去看看。你可别乱给我扣帽子啊！我这是按规矩办事。没错，有人自己试卷答不上来，为难主考官，算什么本事？不管怎么说，都麻烦您把这个试卷给阅卷人看一眼。师长大人。师长，居然是一篇俄语的议论文，词汇量丰富，语法结构准确，内容也言之有物。这是一篇很出色的文章，为什么不收？这份卷子没按题目去答。有没有按照题目答题重要吗？这篇文章已经出色地展示出了他的俄语水平。这2份试卷跟这篇文章相比，就像初学者一样拙劣。该录取谁，还需要犹豫吗？可是，怎么，你对我说的话有异议？没有。师长说的有道理，我这就把这3份卷子送去给领导看，并如实转述师长您的评判。师长，今天实在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帮我说话，我肯定没机会了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碰到了谢君瑶，你竟然在这考试，为什么他说等你考完试就把你送回乡下？我来应聘俄语老师的岗位，谢君瑶不信我能考中，我就和他打赌，如果我考上了，他就答应和我离婚；如果我没考上，我就听他的安排。看来这场赌局多半是你赢了。江小姐，谢君瑶现在是营长，未来可能前途无量，你真的舍得吗？他越是前途无量，我和孩子就会过得越惨。比如今天，正因为他是营长，才能给我的考试制造麻烦。跟他离婚，我至少还能靠自己挣出一条道来。师长，和校长约的时间快到了。那师长您先忙吧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的。也不知道我说这些话能不能让许师长厌弃谢君瑶。走吧，我已经派人去接飞扬和斐然了，我亲自送你们回去。谢君瑶，我凭什么回去？
你想反悔？当然不是，只是考试结果还没出来，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？你可别闹了，我听说了，团长的女儿今天也参加了考试，难道你还考得过她？考试结果1个小时之后就会出来，能不能考得上，你等等不就知道了？反正结果已经注定了，何必浪费时间呢？你凭什么觉得结果已经注定了？难道你从中作梗呢？当然不会，就你这点水平，还需要从中作梗？你这些年连书都没摸过，哪来的信心当老师啊？自从大嫂成了寡妇，你的心思就全在大嫂身上。我摸书的时候，你当然没看见。懒得跟你扯，走，跟我上车。谢君阳，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有人当众……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没跟你闹，这个俄语老师的职位只能是我的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江雪，哪位是江雪？在这儿，我就是江雪。恭喜你被录取了。太好了！不可能！江雪，你作弊了！他用俄语写了一篇论文，这可不是作弊就能办到的。江雪，欢迎你的加入，记得先去医院做体检，然后再来学校。哎，谢谢，我会的。看到了吧，谢君阳，愿赌服输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去离婚。江雪，你真的要跟我离婚？上次我在医院说要跟你离婚，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？上次你是为了要钱，说吧，这次你想要什么？上次是你死活不肯，我没办法，只能跟你要钱。但是这次，除了离婚，我什么也不要。营长，我把人给您带来了。你们快看，妈妈呀，要当老师了！耶，妈妈好厉害啊！就算你当了老师，领了工资又怎么了？离了婚，你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，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更不好过的我都已经过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写好了，你签个字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法院。雪雪，你认真的？谢营长，你该不会是不认账吧？雪雪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但是也不至于到离婚这一步吧？飞扬、斐然，你们快求求妈妈！你们也不希望爸爸妈妈离婚的吧？我们都听妈妈的。谢君瑶，你装什么？你现在不签，再过10天，你也会主动要求我跟你离婚的。雪雪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抓紧签字离婚。走吧，现在我们一起去趟法院。去法院就不必了。不去法院，这份离婚协议书怎么立案生效？万一你要是不认账，又继续纠缠我怎么办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太好了，江雪，跟我离婚，你就这么开心吗？当然，这辈子我不想再跟你扯上一丁点关系。你会后悔的。等我以后提干了，我可以安排2个孩子去学校念书。你现在坚持要跟我离婚，以后这个好处你们可就享受不到了。孩子念书的事要是指望你，恐怕要等到下辈子了吧。飞扬、斐然，我们走。飞扬、斐然，如果你们以后在妈妈那里过得不好，可以随时来找爸爸。谢君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虽然离婚了，但他们依旧是我的孩子，我关心他们有问题吗？行，但愿你是真的关心他们。怎么衣服乱糟糟的呀？都不知道整理啊！大嫂，我跟江雪离婚了。哎呀，你不是说现在不是离婚的时机吗？怎么说离就离了？我也没有想跟他离婚，可是江雪，她坚持要离。江雪，
真没想到你会傻到主动跟谢君瑶离婚。既然你把营长太太的位置让出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别担心，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，谁也不许说你的闲话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真的要跟我离婚。他不会还放不下江雪吧？你也发现了，他好像变得不那么在乎你了。他以前可是处处都为你着想的。是啊，他现在根本就不在乎我。所以你也别再惦记他了。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大嫂，还好有你。走吧，妈妈先带你们去3楼儿科体检。江老师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今天军区家属和教师体检在一块儿，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。那妈妈，你快去体检吧，我们可以自己去3楼。可是，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已经是大孩子了，不会乱跑的。那你们注意安全，妈妈一会儿去找你们。嘿，你看我说要多运动，你看我跑得多快。飞扬！让你们抢我们的磁带和飞行棋，摔死你们！哼！没想到再来抽血是为了体检而不是卖血。不知道斐然和飞扬怎么样？医生，楼梯上有2个小朋友摔下来了，你快去看看。不会是飞扬和斐然吧？飞扬，斐然，操你的，真晦气！怎么会这样？谁推了我孩子2个孩子都摔倒了，这真是大人作孽，碰硬到孩子身上，活该！江老师，先把孩子送进手术室吧，别耽误了。好。江雪，你不是回乡下了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孩子这是怎么了？我没工夫跟你闲扯，让开！江雪，我只是担心孩子而已，你对我也没有必要那么大敌意吧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滚开！师长，没事吧？谢谢，我没事。难怪江雪坚持要跟谢君瑶离婚，原来是盯上许师长，自己不要脸，想攀高枝，败坏我的名声。他怎么了？他刚才从楼梯上摔下来了，我得赶紧带他去检查室。走，我送你们去。妈妈，飞扬，你醒了？你没事吧？妈妈，我没事，你先放我下来。慢点。让你们抢我们的磁带和飞行棋，摔死你们！妈妈，就是他推我下楼的。什么？谢阳，是你把飞扬推下楼梯的？我没有，是他胡说。江雪，瑶瑶不可能做那种事儿，你自己没照顾好孩子，还赖在瑶瑶头上。飞扬都指认他了，难道飞扬故意摔伤，就是为了诬陷谢阳吗？我刚刚才带着瑶瑶和果果来医院，这不可能是瑶瑶推的人。江雪，我知道你还在为了之前的事怪我，可是你也不能利用孩子啊。我没你那么卑鄙，我的孩子也没这么恶毒。我问你，有谁能证明你跟孩子什么时候到的吗？我跟着大家一起来的，大家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我能证明。君瑶，谢君瑶，怎么又是你家的事？师长，可能都是意外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妥善处置。我跟大嫂还有瑶瑶、果果都是刚来的，绝对不可能是瑶瑶做的。谢君瑶，你的意思是飞扬在撒谎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飞扬现在年纪还太小，看错很正常。总之，不可能是瑶瑶做的。我没看错，谢瑶姐姐推我下楼的时候说了，是因为我和姐姐抢了她的磁带和飞行棋，所以要摔死我们。我听得清清楚楚。然后就不可能说这种话。君瑶，
瑶瑶虽然舍不得飞行棋和磁带，但是你已经答应过她，给她买新的了。这孩子心里早就放下这件事了。江雪，你都听见了吧？瑶瑶不可能说这种话，绝对是飞扬弄错了。爸爸，我没有弄错，为什么你只信他们的，不信我们的？谢君阳，你昨天还说，虽然我们离婚了，那你依然是孩子的爸爸，你就是这么当爸爸的。正是因为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我才要教他，如果撒谎是要考虑后果的。飞扬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就是谢瑶姐姐推我下楼的。江雪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是你也不能教唆飞扬诬陷瑶瑶啊。瑶瑶，他只是个孩子，你放过他吧，我求求你了。沈莲芝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。你为什么总是针对大嫂？你眼盲心瞎，你们俩天生一对。爸爸，朵朵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捡到了这朵桃花，在找人呢。姐姐，我找到你了，你的桃花。让你们抢我们的磁带和飞行棋，摔死你们！姐姐，我找到你了，你的桃花。那不是我送给瑶瑶的礼物吗？难道？不，这不是我的桃花，这就是你的。我亲眼看到从你头上掉下来的，我还看到了你把小哥哥推下楼了呢。你闭嘴，我没有。瑶瑶，师长，孩子只是太害怕了，他不是故意的。这下真相大白了，就是谢瑶把飞扬推下楼梯的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是瑶瑶，她不是故意的。瑶瑶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刚才你们还说这事跟谢瑶没关系，说飞扬威胁谢瑶，现在你们又说他不是故意的，你们嘴里还有一句实话吗？哎呀，刚刚瑶瑶只是太害怕了，所以才没承认。哎呀，小孩子嘛，打打闹闹的很正常的。说得对，这肯定是个意外。江雪，你别得理不饶人。可是他就是故意的，他今天能把飞扬推下楼梯，明天还不知道能干出什么事儿。谢君阳，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跟你没完。江雪，瑶瑶都说了她不是故意的，她还是个孩子，你非要在她头上扣帽子吗？这个姐姐就是故意的，她把小哥哥推下楼的时候笑得可开心了。小丫头，你别胡说八道。谢君瑶，朵朵是我亲生女儿，她可从来不会说谎。师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……谢君阳，我看你是铁了心要包庇谢瑶了。难道大哥不是谢果和谢瑶的亲生父亲，你才是？说的是啊，谢营长口口声声说为了大哥的遗愿才把沈莲芝母子接到身边照顾的，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有人为了侄子侄女连自己的儿女都不顾的。他自己的亲儿子被侄女推下楼，他话里话外都在替他侄女讲话，他对他自己的儿子全是责怪，连一句关心都没有。这大嫂与小叔子呀，多半早就搞到一起了。什么烈士的子女，大哥的遗愿都是借口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沈莲芝母子这俩孩子平时都喊谢营长爸爸。不是这样的，瑶瑶和果果确实是我亡夫的孩子，谢君瑶是我小叔子。我大哥可是烈士，谢瑶、谢果可是烈士子女，你们再敢编排烈士子女，小心把你们都抓进去。江雪，我以前怎么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？你现在知道了，谢君阳，我劝你看好谢果和谢瑶，要是他们再敢伤害飞扬和斐然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弄死他们。你敢？够了！谢君瑶，你信誓旦旦跟我说会处理好自己的家事，你就是这么处理的？无底线包庇自己的侄女，却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不闻不问，也难怪旁人说你的侄子侄女是你的种。师长，谢瑶和谢果的确是我大哥的孩子，我跟我大嫂清清白白。行了，我没兴趣管你那些破事。今天本来是带军区家属来体检，现在闹成这样，你责无旁贷。这两个孩子的治疗费和住院费都由你负责。是。另外，你是非不分，私事掺杂不清，简直有损军人形象，罚你停薪半年，以示惩戒。停薪半年？
那飞扬的治疗费，我们怎么付得起啊？是啊，师长，停薪半年也太久了，家里还有孩子需要照顾的。您要养谁的孩子？不，只是停了你的薪水，津贴还会照发，饿不死你。你快去带孩子看医生吧，有我在，这赔偿款跑不了的。谢谢师长。妈妈，姐姐什么时候才能醒？那个时候是姐姐救了我，否则摔破头的人就是我了。别担心，飞扬，医生说姐姐的病很快就能好，用不了多久。那就好。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理爸爸了，他不配当我的爸爸。没事的，飞扬，你还有姐姐，还有妈妈。这下，飞扬对谢君瑶这个爸爸最后的一丝期望已破灭，他的心里该多难受。江雪，孩子们怎么样了？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竟然还知道关心飞扬和斐然。他们好歹也是我的孩子，我关心他们是很正常的。你不要每次对我说话总是夹枪带棒的。是吗？如果你只是过来关心他们，那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。不过，你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吗？我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果然。江雪，今天在医院，谢瑶学校的老师都在，这件事情已经传出去了，说他品行不端，很有可能会被学校开除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希望你等孩子醒了之后，能够带他去谢瑶的学校替他解释一下，说这都只是个误会。谢君阳，谢瑶今天差点害死飞扬和斐然，我还没找他算账，你居然想让我替他去解释？做梦！江雪，谢瑶年纪这么小，如果他因为这种事情退学，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我巴不得他退学呢。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。是啊，以前我处处以你为先，受了多少委屈，吃了多少苦，你都看不见。现在我不肯受委屈了，你反倒觉得我不可理喻了。罢了，我吵不过你。谢飞扬，你明天必须跟我去你谢瑶姐姐的学校替她解释。我不，本来就是谢瑶姐姐推我下楼的，我才不要说谎。听到了吗？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撒谎的，赶紧滚！江雪，谢瑶现在年纪还这么小，如果她因为这种事情被退学，她这辈子怎么办？谢飞扬，我没想到你就这么想看你谢瑶姐姐倒霉是吧？这么小的年纪，心地却这么歹毒。谢君阳，你这个畜生！你为了包庇你的侄女，竟然说我的孩子恶毒，最恶毒的人就是你！江雪，如果打我能够让你解气，那你就打我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明天必须带着他们去谢瑶的学校替她解释。斐然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斐然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谢君阳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来看我女儿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走？爸爸，好孩子，你弟弟说是谢瑶姐姐把他推下楼的，是弟弟看错了，对不对？谢瑶没看错，就是谢瑶把他推下楼的。爸爸，你快替我们做主呀！谢君阳，现在你该死心了吧？斐然现在刚刚醒过来，这总不是我教唆的吧？姐姐，谢瑶姐，学校的老师都知道她把我推下楼，要让她退学，所以爸爸才救我们，去给谢瑶姐说好话。所以爸爸不是来替我们做主的。爸爸现在的心里只有谢瑶和谢果，你们伤得这么重，他一点都不关心，反而去关心那个杀人凶手。谁说我不关心他们的？他们的治疗费和住院费都是我出的。他们的住院费和治疗费是你替大嫂出的吧？江雪，你以后还想在这里立足，就必须跟我去道歉，否则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谢君阳，你竟然为了包庇他们威胁我们！你以为我想威胁你？我只不过是让你去学校说两句话，
对你又没什么损失，你为什么不肯帮忙？爸爸，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撒谎的。就是谢瑶推的我也不会撒谎的。谢营长，有本事就弄死我们！你们就当做是帮爸爸一个忙好不好？如果你谢瑶姐姐因为这件事情被退学，背负上骂名，那你爸爸以后下去还怎么跟你们大伯交代呀？你怕的是不好跟大嫂交代吧？谢君瑶，你再不出去我就叫人了，到时候闹出来没脸的只会是你。飞扬和斐然好像真的把我当做了仇人，事情怎么就弄到了这个地步了？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我没有威胁你们，你们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哭吧，你们就当这个爸爸已经死了，再也不要为他伤心。怎么样了，君瑶？江雪怎么说？孩子伤还没好，江雪她不肯答应。君瑶，瑶瑶和果果是烈士的孩子，可是现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，瑶瑶她都不敢去上学了，都怪我没有，是我没有教好孩子。可是我一个女人，大嫂，这事怎么怪你呢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江雪带着斐然和飞扬去给瑶瑶成亲的。真的？你看，你累了一天了，我都没顾上你。来，我们去吃饭。我不要吃这些猪食，我要吃酱烧鱼，我要吃炖排骨。最近家里困难，你们两个也太不懂事了。君瑶，最近总吃这些，孩子们也不是故意发脾气的。我知道，可是钱都赔给了江雪，对不起啊，大嫂，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了。都是应该的，只是孩子们都到了长身体的时候，总吃这些也不像样，要不想想办法，要不向上面预支津贴。我会想办法的，我先去趟队里。君瑶，君瑶，自从江雪出现，一切都乱了套了，也怪谢君瑶没用，不行，我得另外想办法。斐然，头还痛吗？要不然过几天妈妈再来给你们报名。我不痛了，妈妈，我要好好学习，长大建设国家。我也是，我以后也要和妈妈一样长大当老师。真棒！雪雪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看你们的。斐然、飞扬，这是爸爸给你们带的礼物。这些东西我自己可以给孩子买，用不着你假好心。如果你是为了谢意，那我们就更不可能收你。江雪，谢瑶好歹也教你这么多年的闪身，你非得见死不救吗？见死不救？怎么，谢瑶快死了？你说话何必这么难听？那就是还没死。麻烦你以后也不要再打扰我们。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原谅谢瑶，这个礼物你们必须得收下，这是我买给孩子们的。给我。真乖。行了，礼物孩子也已经收下了，可以让开了。斐然、飞扬，你们原谅他了？我才不会原谅他呢！爸爸在我心里已经死了。不过礼物不收白不收。没错，本来就是他欠我们的。嘿，孩子们，你们看，妈妈给你们买了什么？新玩具。
哇！新的磁带，万花筒，还有飞行棋。哇！君瑶，君瑶，这么晚还没回来，真没用。哇！大嫂，你这是？君瑶，你回来了。我觉得江雪对我的误会太深了，瑶瑶的事情是指望不上她了，所以我就典当了几样首饰，置办了些贵重的礼物给瑶瑶学校领导送去，好歹瑶瑶是不用退学了。啊，这还剩了点钱，我就给孩子们买了点东西。大嫂，你做得对。还有，我今天呢又去找江雪了，好说歹说，她还是不肯帮忙。如今她当上了老师，我的礼物她更是不会接受。什么？江雪当上了老师？她通过了考试，当上了俄语老师。我也没想到，她竟然真的能考上。君瑶，江雪就念过几年私塾，就能通过考试当上老师？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这……我看她跟师长走得挺近的，难道说她……师长可不是这种人，你以后这话可千万不要乱说，要是传到他耳朵里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好果子吃。知道了。哎呀，江雪还真是有本事啊，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老师。君瑶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也当个老师？这样的话，我就能发工资补贴家用了。国立中学的老师都是考进去的。君瑶，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？这不行，我们团长马上就要退了，如今我跟李鹏飞正在竞争团长的位置，这个节骨眼，我可千万不能被他抓到把柄。哎呀，那行吧，就当我没说吧。不过你要是愿意去医院或者食堂去做个帮工，我都可以安排。帮工啊，你也知道我的身体是很弱的，我怎么可能干帮工那么累的活呢？你说的倒也没错，那我看着安排。这个小贱人处处都比不上我，凭什么他就能当老师，而我却只能做帮工？说到底还是谢君瑶没赢，幸好我现在也不指望他了。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张雪，好巧啊！沈莲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这儿上班啊。你别告诉我，你也是这里的老师？是的，没错。你都能当老师，为什么我不能？你跟着谢君瑶随军3年都没想过当老师，我一考上国立中学，你立马就跟来了。沈莲芝，没想到你这么在意我呀，难怪要勾搭谢君瑶。谁在意你了？你真不要脸！要不是你害得谢君瑶停薪半年，我至于出来补贴家用？那你这教的是哪一科？你管得着？莲芝嫂子，把这些材料送到1楼会议室去。江老师，莲芝嫂子是我们学校新来的助教，以后你有什么跑腿的工作，尽管吩咐她去做。助教啊，我知道了，张老师。那莲芝嫂子以后就多麻烦您了。江雪，你快看，许师长来了。许师长经常来咱们学校吗？许师长和我们校长是好朋友，经常来我们学校和校长一边喝茶一边聊天。果然呐，没有老婆的男人就是闲的。许师长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我还见过他女儿呢。是的，许师长他结过婚了，而且还有个孩子，只不过呢，他的妻子前几年去世了。唉，据说啊，他心里还惦记着他的前妻，至今没有续娶，身边呢也没个莺莺燕燕的。看来许师长还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。江雪，你不会是看上许师长了吧？就算许师长位高权重，结过一次婚，他像你这种离婚带上2个娃的女人，他看得上吗？沈莲芝，我看满脑子歪心思的人应该是你吧？这几年往许师长身上扑的女人可不少，可是他都没给好脸色。你们要是不怕死，可以去试试。张老师，您说笑了，那我就先去上课了。我也该去上课了，
你记得把资料送过去啊。李鹏飞只是个营长，我讨好他半天，他也只能给我安排个助教。如果我能攀上师长，那才叫风光。师长，请喝茶。你是谢君瑶的嫂子吧？没错，师长，您还是记得我的吧？娇柔造作的样子，看，赶紧滚！等等，你这个样子也不适合在中学里。识趣的，你就自己主动辞职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师长，您听我说。这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吧！难怪死了老婆。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，这下也丢了。既然我的工作丢了，江雪，你也别想好了。今天第一次上课，还算顺利。江老师，你快去一趟楼下的会客室，校长有事找你了。校长都不认识我，他找我干什么？校长没说，总之你快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校长，您找我。师长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您在这儿，我现在就出去。我刚有点事耽误了。哎，博弈，你人呢？这下彻底完蛋。我醒了，你在外面等我。啊，已经走了。江女士，你是不是还欠我一个解释啊？许师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人告诉我，校长叫我去会客厅，我才去的。我没想到是您在里面。之前，谢君瑶的大嫂给我端过茶，我看她心思不正，就命令她主动辞职了。你是说他故意找人引诱我去那里，就是希望您对待我也像对待他一样，逼我主动离职？看样子是的。你说，我要让你主动辞职吗？不要了吧，沈莲芝心思不正，我可没有。我对您唯有敬佩和感激之情。再说了，我能应聘成功，还多亏了您的帮助呢。我这要是刚上半天班就主动离职，您这脸上也无光啊，您说对吧？嗯，说的有道理。所以你就继续努力工作吧。多谢师长。张老师，我觉得我还是不适合这份工作。是李营长跟我打了招呼，我才安排你来学校做助教的。既然现在你主动辞职，你可得跟李营长说清楚啊！原来沈莲芝的工作是李营长给他安排的，他什么时候勾搭上了李营长？张老师，我看江雪多半也是来找你辞职的，是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上课上的好好的，干嘛辞职啊？不可能，我明明看到你从校长的会客厅出来。果然，他是故意引我过去。是啊，我看见校长和许师长在里面喝茶，我就回来了。张老师，那我就继续去上课了。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，竟然躲过。大嫂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君瑶，你回来了。我好不容易在国立中学找到了一份助教的工作，全部被江雪给搅和黄了。她对我的误会太深了，所以我还是搬走好了，不然还不知道她以后要怎么针对我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我还骗你不成？瑶瑶、果果，你们收拾好了吧？收拾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大嫂，你先别冲动，我现在就去找江雪，我保证让她以后不会再针对你了。妈妈，我们还要搬出去住吗？当然了，妈妈带你们去一个有排骨和酱烧鱼的地方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！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吃咸菜了。你们李叔叔马上就过来接我们了，走，我们出去等着。
走。飞扬斐然，快来吃饭了。江雪，谢君阳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江雪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大嫂？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助教的工作，你却给她搅黄了。他说的就一定是事实吗？谢君阳，你这个脑子是怎么当上营长的？非要跟我离婚，是因为我不想把大嫂送走。你心里恨她，所以见不得她好。我的确见不得他好，但他丢了助教的工作，是他自己品行不端，跟我可没关系。说到底，我更见不得你好。你，谢君阳，你有时间在这里跟我掰扯，不如好好想想沈莲芝这份助教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得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夸他呢。沈莲芝看你不中用，转头就去找了别的男人。他这种能力，可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。你怎么可以这么编排大嫂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我跟大嫂清清白白，她不是那种人。你虚伪，你清高，她在你面前就像一朵纯洁的白莲花，可是她在别的男人面前可不是这样。你这是？君阳，你回来了。难道？滚开！别再来打扰我。大嫂，瑶瑶，果果，妈妈，是小汽车。哥哥姐姐，我们一起去上学吧。你是？妈妈，上次在医院就是他站出来给我作证的。是的，是的。你是朵朵，许师长的女儿。朵朵今天第一天上学，非要找人陪，我就想到了你的孩子。宝贝，你们今天愿意带着朵朵去上学吗？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。行，走吧，我送你们上学。那就麻烦许师长了。没事，来。你们俩记得别给许师长添麻烦，照顾好朵朵妹妹。来，你也上车吧，我顺路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过去就行，车里也坐不下这么多人。江雪，原来是找到新欢了，还在这诬陷大嫂。说，你到底对大嫂做了什么，她才会离家出走？许师长，你怎么会和江雪？许师长想给朵朵找2个玩伴，所以就想到了飞扬和斐然。谢君瑶，收起你那些龌龊的想法。玩伴？许师长找谁不好，非要找斐然和飞扬？经过上次医院的事，我觉得飞扬和飞然是2个非常好的孩子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谢君瑶，你才是这2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吧？怎么，你觉得他们不配？不是的，师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他。好，你先问，我正好也有事要问你。说，你到底把大嫂他们弄哪儿去了？谢君瑶，在你眼里我有这么大能耐呢？不然呢？那他们为什么会离家出走？肯定是大嫂看你被罚了半年薪水，嫌你没用，另派高枝去了。不可能！江雪说的未必是假的，你先看看这份报告吧。这是我们的作战报告，不过还没有写完，怎么会出现在您的手里？当然是别人给我的。我刚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，就觉得像你风格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这么机密的报告，竟然落到竞争对手手里。谢君瑶，我看你是越来越不中用了。竞争对手？李营长，我明明把他藏得好好的。是大嫂，我还要送孩子去上学，这件事，我等你给我交代。这就是你的好大嫂。鹏飞，你先上车，我来处理。君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真没想到，你真的和李鹏飞搞在一块儿了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君瑶，话也不用说的这么难听。你不是一直说我跟你之间清清白白？既然如此，寡妇再嫁又没什么吧？可是，这么多年，你为了面子不愿意跟江雪离婚，我是看在你一直把所有钱都给我的份上，
才这么没名没分的跟着你。现在果果和瑶瑶连饱饭都吃不上，难道你要忍心看着他们挨饿吗？这都只是暂时的呀，就连这几个月你都等不了吗？那江雪那么厉害，就算你以后有了钱，那些钱还不是被他弄走了？那你也不能拿我的作战计划去讨好李鹏飞啊！那我有什么办法？是李鹏飞非要你的作战计划，他才肯接我和孩子。谢君瑶，果果和瑶瑶是你大哥的孩子，是你亲口答应过你大哥会照顾我们，可是你呢？想必你也不忍心看着孩子挨饿吧？大嫂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。我怎么了？说到底，还不是你谢君瑶没本事。你要是有本事，我至于做到这个地步吗？你以为我乐意吗？没本事，我都是因为你跟谢瑶，我才会被停薪。你跟李鹏飞在一块就算了，我现在因为丢了作战计划要被问责，你现在必须要跟我去跟许师长说清楚。谢君瑶，你放开我！走！鹏飞，救救我！鹏飞！干什么？李鹏飞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废玩意儿！走。我竟然会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辜负了江雪。鹏飞，刚刚谢君瑶那样也太吓人了。现在我是彻底和谢君瑶撕破脸了，你说他会不会不放过我啊？怕什么？他现在啊，已经彻底失势了。但是他现在毕竟还是营长，你说他要是在跟你竞争团长的时候使坏怎么办？我还想当团长夫人，绝不让谢君瑶破坏我现在的生活。你跟了谢君瑶这么久，一定有点他的秘密吧？这样，你呢，去写封举报信。举报信？放心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。营长，许师长叫你。师长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是李鹏飞指使我的大嫂偷走了我的作战计划，请您严惩李鹏飞。先别管作战计划了，有人举报你挪用军费，中饱私囊，你被革职了。什么？师长，军中所有人都这么干，为什么我？蠢货！所有人都这么干，不代表上面不追究。像你这样，账目都被公开了，上面肯定要抓个典型杀鸡儆猴。是我大嫂，是有她。我早就提醒过你处理好自己的家事，可你呢，永远是非不分，优柔寡断，闹成如今这个局面，也是你咎由自取。从今天起，你就不再是营长，队里将回收一切对你的福利。你尽快从洋房搬出吧。雪雪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雪雪，斐然，飞扬，谢君瑶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就是想你们了。这是爸爸给你们带的糖，你们先尝尝。如果喜欢的话，爸爸再去给你们弄。谢君瑶，你早上还不是这副嘴脸？我知道了，你是知道了李营长和沈莲芝的事。大嫂不仅跟李鹏飞搞在了一块儿，还偷走了我的作战计划和我的私人账目，害得我现在被革职了。我以为他对你多少有点情分，没想到他只是把你当冤大头。雪雪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你恨我。自从大哥离世之后，大嫂在我面前总是显得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我下意识觉得她比你更需要照顾，她离开我，她就活不了了，因此我就忽略了你们。雪雪，我知道我是个混蛋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你真的不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如今这个世道这么乱，家里总归还是需要一个男人的。谢君瑶，我早就已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过去3年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过去的那些事情，也不至于给我判个死刑吧？其实每个月都有往家里寄钱，只是大嫂她……谢君瑶，
大嫂这3年没往家里寄钱的事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你知道大嫂不舍得把钱分一半给我，你怕大嫂不高兴，所以故意装聋作哑。江雪，我……谢君瑶，你害死了飞扬和斐然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带着孩子流浪了半个月，最终他们被活活饿死了。没过多久，我也被饿死了。雪雪，那都只是梦，那不是真的。我的心里始终只有你，否则我不会每个月都给你写情书的。就是因为你信里的那些甜言蜜语，我才会信你的鬼话，乖乖带孩子在乡下待了3年，哪怕孩子都快饿死了，也不敢来找你。说到底，你就是害怕我来打扰你和大嫂的幸福生活，才故意写那些甜言蜜语来欺骗我的。江雪不是那样子的，谢君阳，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，我也没有你这样的丈夫。江雪，今天早上想吃什么？我想吃刘记的大肉包。妈妈，谁把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了？他们应该看到礼物了吧？妈妈，再不去上学要迟到了。可是这些东西怎么办？是不是送给我们的？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啊？可以给妈妈收，但是呢，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绝对不能收，知道了吗？走吧。来了，江老师。这花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你那个前夫这么浪漫？你们什么时候复合呀？以后别开这种玩笑，我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复合。来，同学们，我们上课。谢君瑶，雪雪，你不生我的气了？你放弃吧，我是不可能跟你复合。雪雪，你不是说只要我答应把大嫂送走，你就不会跟我离婚的吗？现在大嫂已经走了，你就不能原谅我，跟我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吗？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论绝情，我还比不上你。我知道你不在乎我，但是你总要为2个孩子考虑吧？你总不希望他们变成没爹的孩子吧？飞扬、斐然，你们能不能原谅爸爸？爸爸知道错了，让爸爸好好补偿你们好不好？妈妈带我们来找爸爸的那天，我以为我和飞扬从此不会挨饿，也不会受欺负，可你却赶我们走。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没有爸爸了。谢瑶姐姐欺负我们那么多次，你每次都帮他们，那时候我就当爸爸已经死了。飞扬、斐然，爸爸知道错了，你们给爸爸一个补偿你们的机会好不好？爸爸不是知道错了，是婶婶背叛你了，所以你后悔了。江雪，是你教的他们对不对？是你教唆他们，让他们恨我。孩子们自己恨你，还用得着我教唆吗？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！住手！许师长，谢君瑶，你还想当街动手了？我看革你的职还不够，你还想进巡捕房是吧？师长，这是我的家事。谢君瑶，我们早就已经离婚了，不可能复婚的。我们支持妈妈，支持妈妈。听到了吗？还不赶紧滚！雪雪，我是一定不会放弃的。谢谢你啊，许师长。您是在这附近巡逻吗？啊，朵朵书包落办公室了，我刚取过来。既然碰到了，我开车把你们送回去吧，也免得再有人骚扰你们。走吧。啊，妹子，大妹子，大姐，您是在叫我吗？你叫我芳姐就成。我看你们呀，穿的体面，应该是住在城里啊。我想问你们认不认识李鹏飞啊？李鹏飞，李营长，请问你是？啥？俺男人都当上营长了，太好了，还是他媳妇儿。他当年一走就没回过家，现在家里老人生病了要钱，我就自个儿找来了。李营长竟然有老婆，那沈莲芝是？
许师长，你们营里有几个李营长？叫李鹏飞的就一个，我认识你丈夫。这样，你今天先住一晚，明天我安排你见面。太好了，谢谢您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今天芳姐先跟我回家，明天你带李营长过来。芳姐一个人去军营肯定会吃亏的。这样也好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严肃处理。这城里就是好啊，这房子比俺们的老宅子好多了。芳姐，这是我的衣服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先穿着。这说哪里的话，这么好的料子，我还从来没穿过呢。谢谢你啊，妹子。芳姐，你和你丈夫多久没见了？得有个4、5年了吧。他忙，只每个月给家里寄钱来。我也不想打搅他建功立业，只是这2个月给家里的钱和信都断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出啥事儿了。再加上家里老人又生病了，我也是没办法，我就自个儿找来了。钱和信都断了，沈莲芝还真是死性不改。这么说，他早就知道李营长是有家室的。妹子，哦，没事儿，我想起自个儿的事儿了。我以前也和你一样，丈夫是个营长。我带着孩子在乡下，可是村里闹饥荒，活不下去了，我就带着孩子来找你。没想到他和他那个寡妇大嫂住在一起，别人都叫他大嫂营长夫人。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还对得起你和孩子吗？反正我都已经跟他离婚了，都过去了。光离婚那不便宜了这对坏男女了？要是我，芳姐，要是你会怎么做？要是我就先砍了他，再砍了那坏女人。不好意思啊，妹子。没事儿，2个小鬼睡得沉。不过，芳姐你有这个魄力，我就放心了。就是可别真闹出人命。你放心，我有分寸的。这家里没个男人，那凡事不都得靠我撑着吗？没点魄力怎么能行？要我说，妹子，你这命是真好，离了婚还能再遇着个模样周正的领导。芳姐你误会了，我和许师长不是那种关系。哦，那个时间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好。你乡下黄脸婆还没来，就让我搬出来住，你不非你好样的呀！这不是江雪的住处吗？大半夜的就拉拉扯扯，江雪，我还以为你多清高呢，这就耐不住寂寞了。这可是送上门的把柄，江雪，我明天就让你颜面扫地，看你这个老实还当不当得下去。哇塞，方阿姨比昨天好看多了。都是你妈妈人好，我是真有福啊！一进城就遇着了你们，他们怎么还没来啊？别着急，我去看看。你看，就是他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江雪妹子，有人说你昨天晚上屋里大半夜的进了个男人。他们说你是做那种生意的。我可是国立中学的老师，堂堂正正靠自己本事吃饭，谁在背后诬陷我？给我站出来！我亲眼看见你，不信的话就让我们进屋现在看看。你屋里现在就藏了个男人。沈莲芝，又是你！你自己行为不检点，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你不是谢营长的嫂子吗？听说你跟谢营长不清不楚的。不对啊，我咋记得他跟李营长好着呢？谢君瑶是我的小叔子，我跟他之间清清白白。至于李营长，我现在跟他可是正经过日子，没过多久，我就是营长夫人。看你们谁还敢编排我！你跟李营长是正经过日子的，我怎么记得他好像有老婆？他老婆都死了好几年了。江雪，你不要转移话题，我们现在说的是你。大家快来看
呐，国立中学的老师他偷汉子了。那天晚上，我透过他的窗户亲眼看见的，他跟一个高高壮壮的男人贴在一起。你们就说，这样的为人，你配当老师吗？江雪妹子，怎么了？你看见的高高壮壮的身影，就是方景。初到城里，人生地不熟，江雪妹子好心收留我一晚上，怎么就被你们给编排上了？你们城里人心眼子都这么黑的？不是我们说的，是他说的。我看这个女人就是个幌子，她屋里是肯定藏了男人的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好了好了，莲枝嫂子，别没事找事，别叫我莲枝嫂子。行，营长夫人，您堂堂的营长夫人，在这搬弄是非，像什么话呢？营长夫人，你们这儿营长这么多的，你前夫也是营长，这又是哪个营长夫人？这是我们李营长的夫人。哪个李营长？怎么，你也看上我们家鹏飞了？你说的李营长就是李鹏飞？没错。你疯了！我才是李鹏飞他媳妇儿！怎么回事呀？谁知道啊？营长不是说他前妻已经死了吗？鹏飞这个负心汉，难怪这2个月不往家里寄钱了，原来是在外面养了你这么个姘头。不可能啊！李鹏飞的华廉颇老婆不是还没来吗？你说你是李鹏飞的夫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看到了吗？你要的证据。所以沈莲芝是做小的那个。这么说，江老师和谢营长离婚也是沈莲芝害的？就这，他还有脸说自己跟小叔子清清白白的？贱人，你就是江雪妹子前夫的大嫂。我说你就不能找个单身的，不是勾引小叔子，就是勾引有妇之夫。你别恨我！住手！大白天吵吵，像什么样子？鹏飞，你终于来了，他快打死我了！莲枝嫂子，你可别这么喊我，我跟你可不熟啊，不熟。李鹏飞，你这个怂货，你之前怎么……给我闭嘴！媳妇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媳妇儿，李鹏飞，这就是你说的建功立业？误会，媳妇儿，这都是误会，是这个女的，是她一直缠着我。今天师长在这儿，咱们有什么事儿回去说。您就是师长，领导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李营长，看来你也想步谢君瑶的后尘呢，把你停薪半年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团长一职，你就别想。师长，我现在是唯一有希望继任团长的人，除了我，你还有别的人选吗？我就算从别的军区调人，也不会用你。你觉得谢君瑶下去你就高枕无忧了？我告诉你，谢君瑶糊涂，你也不遑多让。师长，我这么处理，你还满意吗？师长，你说的对，这么个混账玩意儿，当了个营长都敢学别人养小的了，当了团长，那还了得？赶紧给我回去！等，小雪妹子，今天谢谢你啊，嫂子改天再请你吃饭。许师长，那沈莲芝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先把她送到医院，然后通知谢君瑶。我不知道李营长他是有家室的，他骗我说他老婆死了的，我也是被骗的。君瑶，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李鹏飞背刺我，我以为你会嫁给他呢。没想到你也只是他的一个姘头，现在又被他给抛弃了。君瑶，你又何必说这些话来戳我心窝子呢？我是被逼的，我要是不把你的账目给李鹏飞，他会打死我的。看在大哥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报复你。大嫂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君瑶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呀！我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为你们谢家生了2个孩子，你不能不管我的呀！我还是烈士遗孀呢。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。烈士遗孀，因为你这样闹到上面重新调查了我哥的死因。我哥他不是烈士，你也不是烈士遗孀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看看这个你就明白了。是违规操作，
导致枪支走火，不治身亡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明明拿了烈士家属的抚恤金的呀！那不是抚恤金，是赔偿金。这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！你哥他就是烈士，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，是江雪，是他勾引了师长，然后伪造了文件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！那是大哥部队下来的文件，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权利。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这个可怜人啊？你明知道李鹏飞有家室，你还要勾引他，你早就应该想到你是今天这个下场。我不知道他会有家室的，谁知道他用假的结婚证骗我。一开始我只是想让果果和瑶瑶日子过得好一点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扣下李营长寄给家里的钱？那是不小心的，我忘了。不小心的，你当初也是这么不小心，忘记把钱寄给江雪，整整3年。罢了，我也不想跟你掰扯这些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来跟你道别的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不能不管我和孩子啊！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去沅江。沅江？你不能去！你要是走了，我跟孩子怎么办呢？你以为我想走啊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被革职吗？我如今留在这里，已经没有了立功的机会。现在边关战事要紧，我只有去沅江立功，才有机会让江雪和孩子们重新接受我。江雪，江雪又是江雪！他现在把你害得这么惨，你心里还惦记他？你是瞎了眼吗？是因为瞎了眼，才会为了你。君瑶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你大哥都在电视里看着呢，我和孩子不能没有你啊！我会给你们留下一笔钱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再无瓜葛。君瑶，君瑶，今年我请客，我已经拿到钱了，还把老人送到了城里的医院看病。我打算把孩子也接来城里，也免得李鹏飞那个坏东西再次作妖。我首先要感谢许市长的公正判决，其次还要感谢江雪妹子的热心帮忙。您太客气了。是啊，芳姐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们都没做什么。别客套了，来，先吃饱了再说。谢谢方姨。江雪，你来干嘛？雪雪，我要去沅江了。你爱去哪去哪，跟我没关系。这次沅江有家属名额，我想问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？我想带上你们。谢君瑶，为什么你总觉得只要你回头，我和孩子就会接受你？这次沅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你就不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覆水难收，谢君瑶，我们早就没可能。迟来的深浅比草贱，我早干嘛去？飞扬、斐然，爸爸要走了，你们以后再也见不到爸爸了。你们也想跟爸爸一块儿去，对不对？爸爸再见。你走吧。我们继续吃，一会儿我还让人准备了表演呢。哼！早啊，看看吧，又是你前夫给你寄的信。以后你不用帮我收，扔了都行。这是许师长特意让人给你寄的，这个也要扔吗？我可以代劳。你拿去吃吧。谢谢姜老师，姜老师可真大方。老师，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朵朵，你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老师，老师可以帮你。爸爸出差还没回来，老师，我能不能住在你家里啊？朵朵，你是害怕自己一个人在家吗？姜老师，许师长不在的时候，朵朵是爷爷奶奶带大的。
好了，孩子们，该睡觉了。明天你们3个呀还要上学呢。妈妈晚安，姜老师晚安，孩子们晚安。姜老师，你睡了吗？姜老师，朵朵是不是在你这儿？啊，是，他已经睡了。明早你再来接他吧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许师长，你帮了我这么多忙，这点小事算什么呀？不知道你们家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他今天挺不开心的。我每次外出，朵朵总想往外跑。我父母不喜欢朵朵，嫌弃她是个女孩，可我又舍不得外出的时候带着她在外面到处奔波，所以就只能把她放我父母那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姜老师，我能不能求你个事？别客气，进来说吧。随便坐。姜老师，我可以给你酬劳，能不能在我每次外出的时候，让朵朵跟着你们住？啊？对不起啊，是我先考虑了，这是我给你和孩子带的特产。谢谢。这是什么？我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。姜老师这么努力，大晚上还准备挑灯夜读啊？以前没工作的时候吃了不少苦，现在有了工作，可不能懈怠，不然怎么教好学生啊？这个语法错了，这个中性名词后面用欧或者意结尾。许师长，你也会俄语啊？我以前上过新式学堂，本来想在部队里面当个参谋，没想到做上了师长。新式学堂，那你可比我这个半吊子强。对了，许师长，你能不能把你以前上课的书借我看一下？啊？这些都是外语资料，比较难买，我想好好学习。当然可以。那明天早上我来接朵朵，顺便把书也给你。太好了，这样以后我就不用到处找资料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好。许师长，这段时间真是谢谢你了。应该的，也算是报答你照顾朵朵嘛。好啊，就是你这个小狐狸精，还我儿子和孙女！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就是拐了我孙女，你还护着他。朵朵，来，跟奶奶回家。小兔崽子，是谁把你带大的？你跟着这野女人亲，还躲着我。妈，江雪是朵朵老师，你别胡说，你别坏了人家名声。老师怎么了？老师就能抢孩子了？朵朵都几天没回家了，别人还以为我虐待孩子呢。许师长，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一个外人也不方便说话。飞扬和斐然也饿了，我就先去做饭了。对不住，江老师。没事儿，理解嘛，老人也是关心孩子。不过孩子现在还小，最好不要用太过偏激的方式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妈，你够了。姜老师，你不要走，我不想和奶奶回家。姜老师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朵朵，别这样。妈，你暂时先让朵朵跟姜老师先住着，其他咱们……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是不是看上这女人了？朵朵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那不是许师长的妈妈，这是闹哪出啊？妈，你又这样，起来，别人看着呢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带朵朵回去，不然我和你爸倒回乡下去。行，既然你们想回乡下，我明天就派人把你们送回去，行吗？你竟然为了这个狐狸精，想把我和你爸送回乡下？人家江雪是朵朵老师，不是狐狸精。他不是狐狸精还是什么？我看他就是奔着朵朵去当他的老师的，就是为了利用这孩子，把你
你这个师长给骗回来，你看这不就成功了吗？徐奶奶，请你不要玷污我的人和我的工作，随便给我扣帽子。我不是为了谁去当老师，许师长和我也是清清白白。至于朵朵为什么黏着我，不愿意跟你回去，你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？你还怪我了不是？妈，人家江雪是无辜的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行吗？你看看你这个师长被他迷成这样，大家都来看呐！这个狐狸精！妈，我警告你很多次了，不要总是为难别人，把什么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。你以为我工作忙，我就不知道你平时怎么对朵朵的吗？我当然是好好对我亲孙女。你嫌弃朵朵是个女孩，恨她妈妈死得早，恨朵朵跟在我身边，让我没法在部队里跟哪个司令女儿结亲，不是吗？我这不还是为你考虑？她这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的？不如送人，可你又不舍得。我现在要带她回去，你居然还凶我！她不是丫头片子，她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哎呀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我不活了！我还是第一次见许师长这么生气。恰恰有本难念的经。江老师，今天对不住啊，你放心，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。朵朵，来，江老师，对不起，走吧。江老师，我最近啊又听个大新闻，你知道你那个前夫和那大嫂怎么样了吗？他名声臭了，他打定主意要缠着你那个前夫。听说啊，他还带着孩子追上了火车，结果怎么着，出了意外。芳姐，你怎么什么八卦都爱打听啊？我早就不在乎那两个人了。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这人就喜欢看坏人遭现世报嘛。江姨，再聊下去就赶不上学校报名了。好，这就去，这就去。哎呀，爸爸你真笨，连个马尾都不会说。来，我看看。啊，美然姐姐。江老师，那个我来吧。行，不好意思啊，还是麻烦你了。没事儿。好了，去吧。自从朵朵转学之后，都好久没看到你了。上次借的书还没还给你呢。我爸妈带着钱回乡下养老了，我现在把朵朵带在身边，平时还是没照顾好她。朵朵，江妹子，许师长，这么巧啊！芳姐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跟江老师没什么的，我们碰巧遇到了。哦，芳姐，我看许师长还挺靠谱，我是挺想撮合你俩的，但是你们俩都太直了。之前他妈大闹一通，他第2天就发通报澄清了，还带着朵朵转学呢，那不就是怕连累你的名声？你真的不考虑他？芳姐，我没想过再嫁人。哎呀，好吧好吧，算了。哎，许师长，你找我们江老师干嘛呀？江老师，这是我给孩子带的礼物，谢谢你们照顾朵朵。谢谢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润喉糖，你们平时当老师嗓子用的多，吃这个管用。你看这多贴心啊！他怎么每次见你都记得给你和孩子带点东西呢？爸爸妈妈结婚了，请大家吃喜糖。你就说你俩能成吧？又听了个大新闻啊，说你那个前夫在公司贪官冒进，断了条腿，现在还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当我没说。吃糖。啊，没什么。